大家好，在這一支影片裡面，我會介紹2種比較新概念的筆記方法。那第一個呢叫做 PARA， 那第二個呢叫做 MOC。那透過這2個比較新的筆記方法呢，希望讓大家能夠在對應於比較傳統的筆記方法呢，能夠有生產力上面效率的一個提升。那我這個影片呢，也算做一個拋磚引玉的工作了哈，希望有更多這個 PARA 跟 MOC 的經驗的朋友們呢，能夠再多分享這2個方法它的一些經驗。好，那首先我們就先來介紹這個 PARA 哈。PARA 事實上是4個英文單字的縮寫了哈，也就是 projects 專案 areas 領域 resources 資源跟 archives 封存這4個英文單字的縮寫哈。那這個 PARA 是由這個 Tiago Forte 這個生產力專家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哈，它是一個比較簡單、比較輕量而且有彈性的一個管理資訊的一個系統。然後呢，它可以很快的讓我們按照筆記的時效性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幫我們的筆記做分類，然後就不用再去考慮說我要放到哪個資料夾，或是我要加哪一些標籤那可以很有效率的來儲存我們的這些筆記。然後同時呢，在我們有需要使用它的時候呢，也可以很快的把這些筆記呢拿出來再做運用。那首先我們就可以看到它这個圖基本上它就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循環PARA 這4個這樣子的一個資料的這個循環能夠讓我們的筆記呢能夠達到比較高的一個生產的一個效率比如說它這個 projects 它指的就是說我們目前正在工作中的一些筆記，然後這些筆記呢是有時效性的比如说我做了某一個比如說秋季的旅游專案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筆記呢放在這個 projects 這個資料夾裡面。那這個 areas 呢，就是跟我的生活上面跟我的職業生涯我非常有興趣的一些內容，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個領域裡面。這個是跟我個人的發展比較息息相關的內容呢，就放在這個 areas 裡面。那這個 areas 裡面的東西如果達到比較成熟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把它移到 projects 裡面呢，把它变成是某項專案，到時候就可以把它輸出出來，变成一個我的文章或是任何的一個內容出來。所以這個也是PARA 的一個特性，就是所有的筆記是可以移動的根據你筆記的時效性來做移動。那這個 resources 呢，就是跟我的工作可能比較沒有直接關係，但是是我有興趣的內容，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個 resources 裡面所以平常我們在網絡上面收集到的一些資訊，然後可能目前用不到的，我們就可以把它給堆放在這個 resources 這個資料夾裡面。那當我們這3個資料夾裡面有某些東西呢，可能已經過時或者很久都沒有再去參考到的呢，我們就可以把它移到這個 archives 裡面，把它給封存起来，然後等將來也許有需要的時候呢，能夠再把它給搜尋出來，然後再讓它往前面去移動所以這個就基本上面PARA 的一個基本的流程的一個處理的流程好，然後呢我在左邊這邊就是做了一個範例那我有根據它的實際的功能有把這個中文把它改掉，改成比較符合狀況的比如說我們的這個 P 就是專案然後這個 A 呢 areas 呢，我就把它翻譯成是目標，就是跟我工作相關的一些我會希望在中短期能夠達成的一些目標，我就把它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然後其他的這個資源呢，就放在這個興趣這個資料夾裡面。然後最後就是這個封存所以一樣是 PARA 這4個資料夾。那這個資料夾的左邊我有把它加上了3個數字然後呢，主要是讓它可以達到可以排序的功能按照我們這個時效性由最短的到最長的這樣子的方法來做排列。然後用3個數字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假如說我們在這個專案跟目標中間，後來我希望再多加一個資料夾的話，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夾呢，把它叫成比如說是110或是150。
那這樣子我原來這個100、200、300、400這個資料夾的名稱就不需要去改動它哈，而可以直接馬上就新增一個新的一個資料夾出來哈。那這個是原來的用意。然後後來我又在使用 Obsidian 的時候呢，又多了一個000 inbox， 就是我所有剛產生出來的文章，我們的那個 Markdown 的文字檔呢，都會先把它給集中放在這個000 inbox 裡面，然後等我這個文章告一段落以後呢，再根據這個時效性把它移動到這個100到400的這個資料夾裡面。好，所以我這是Para 的一個簡單的一個範例哈。然後我們就是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再去建下一層的資料夾。好，那這個基本上哈，就是我們 Para 上面哈用一個很簡單的分類的方法哈，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筆記呢，可以比較有效率的歸到我們的某個資料夾裡面去。好，那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的 projects 跟這個 area 有什麼區分？最簡單的區分就是我們的專案呢，它是會有時效性的它會有一個期限會有 deadline。那沒有 deadline 的 project 呢，或者是我們其實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某個任務，就會放在 areas 裡面。好，那這個就是基本上它這4個分類的方法。好，那 Para 事實上是適合不喜歡做分類而且不喜歡用標籤的懶人像我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的筆記做好以後呢，通常就會很懶得把它分到某個資料夾裡面了。那因為其實事實上我們比較傳統的筆記的方法最常見的就是使用資料夾跟標籤但是都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說我們的資料夾呢，我某個筆記它可能這個種類很難去區分，應該是放在哪個資料夾裡面比如說可能讀書，也許是旅行，也許是休閒，很難做區分。然後，所以我們後來就多出了這個所謂的標籤。但是標籤也有同樣的問題就是它的一致性常常會有一些問題。比如說我3個月前我可能叫做note 減號 taking， 3個月後我忘掉了可能就把它變成這個減號就不見了。那這樣子事實上又變成是2個標籤那你要把它歸到同一個標籤裡面呢，有時候事實上會有一些記憶上的困難。所以這個使用了這個 Para 這樣的分類以後就簡單多了你就是按照筆記的時效性，你就可以放在任何一個這4個資料夾裡面的其中一個，然後你也可以很快去搜尋到它。好，那這個就是Tiago Forti 他提供的這個 Para 的這個方法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管理的一個概念那當然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再去做一些變動的處理。好，那接着我們再來介紹這個 MOC。MOC 是 Map of Content 的縮寫然後字面的意思呢，就是內容的地圖那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內容的索引所以其實一個 MOC 的 Markdown 的檔案呢，其實是一個索引所以它這個筆記裡面的內容放的呢是其他筆記的我們相關筆記的一個連結然後所以 MOC 裡面其實沒有真正它自己的文字的內容它裡面放的呢都是別的筆記的一個連結，或者是別的 MOC 筆記的連結那所以如果說我們有多個 MOC 檔案的連結的話呢，我們這個 MOC 呢也可以把它叫做 MOCS， 後面多上一個小寫的 S， 表示說我們的筆記系統裡面呢有很多的 MOC， 然後透過這個 MOC 的这個筆記基本上我們只要把我們這個 MOC 的這個MOC 這個筆記的內容給打開呢，我們就可以很快找到我們所有我們相關需要了解的這些筆記就可以通通按圖索驥的一個一個把它找出來比如說我這邊做一個範例就是說在我的最上一層的 MOC 裡面呢，我要按照剛剛講的這個 Para 分成4個大分類，然後每個分類裡面呢又有很多子分類，那這個子分類裡面呢，我在這邊就直接放上它的索引也就是另外一個 MOC 比如說我這個筆記工具，我目前呢我就有這幾個筆記工具，有這3個筆記工具，
然後每個筆記工具裡面呢，我們如果點進來呢，它又是這一個內容裡面的所有相關的內容。那這樣子我們一層一層點進去呢，最後才會找到我們真正的筆記。那這個就是 MOC 的一個概念了，就是它只放連結，內容的連結，然後到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 MOC 呢，就可以很快的找到我們所有相關的內容。比如說我們這個內容裡面，我們用這個關聯圖，我可以把這個節點把它增加。現在我們只是一層的這個關聯嘛，我再把它改成兩層的，然後你會看到我們就有更多的這個關聯就可以出現了。所以你在研究你的這一些筆記的時候呢，或是你要找某個相關的內容的時候呢，你就可以比較有效率的去找到它。那這個關聯圖呢，現在有可以支援到第5層啊，所以我們這個就非常複雜的內容呢，你也可以把它給組織起来，然後可以透過這個 MOC 呢，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去找到我們要的內容。好，那在這邊我們這個比較新的方法就是我們用這個 Para 就可以減少我們的資料夾了。那所以我們在歸類我們的筆記的時候呢，就按照這個筆記的時效性，是目前正在工作中的呢，就把它丟到 Projects 裡面。然後呢，是跟我的生涯規劃、我的目前的生活相關的呢，我就把它放到這個 Areas 裡面以此類推。那我們再透過這個 MOC 來匯總相關的筆記，那就可以透過標籤啦、關聯圖啦，跟這個雙向的連結我們就可以提高我們這個筆記的使用的一個效率。好，那我們今天就基本上介紹了這2個新的概念Para 跟這個 MOC 給各位，然後希望對各位呢能夠帶來一些新的啟發。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可以從我的說明欄裡面來這些，我會放這些相關的連結在這個說明欄裡面，那各位可以繼續再去做更深入的研讀。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這2個新的概念給大家了，謝謝各位。